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。这并非是尔虞我诈的阴谋论，而是现实社会中生存的客观规律。在感情世界里，真诚付出可能换来的是对方的随意对待。职场之中，老实本分的努力或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，眼睁睁看着他人平步青云。社会如同一场权力制衡的复杂游戏，不懂其中博弈之道的新手小白，往往只能成为他人操控的棋子。不懂拿捏他人，就容易被贴上好欺负的标签。善良是珍贵的品质，但过于天真幼稚，缺乏对人心和局势的判断。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，无疑是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。我们可以坚守善良，但绝不能没有防备。可以不主动算计他人，但必须具备看清他人设局的能力。成年人的世界，每个人都像是带着武器在跳舞。单纯的真诚在丛林法则盛行的社会中，远远不足以立足，唯有将真诚与手段相结合，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。江湖漫漫，希望每个人都能既有菩萨般的慈悲心肠，又具备金刚般的强硬手段。在这个人善被人欺的世界里，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生活，让他人不敢轻易冒犯自己。老规矩，听钱先点赞的人，你会越来越有钱。人性存在一种奇怪的特性，对于轻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懂得珍惜，越是主动追逐讨好的对象，越容易被忽视。在人际交往中，当遭遇对方的轻视或不重视时，冷落是一种有效的应对策略。在职场，老黄牛思维是极其不可取的，总是无条件承接他人推脱的工作，不仅难以获得应有的认可，反而会让他人形成习惯，认为这些工作本就该由你承担。久而久之，自身价值被严重低估。感情方面亦是如此，过度主动和讨好，容易让对方习以为常，甚至产生厌烦情绪。而适时的冷落，就像钓鱼时突然收竿，会引发对方的本能反应，促使其重新审视你的价值。运用冷落法则，首先要减少主动联系，无论是职场合作还是感情交流，避免成为永远主动的一方。适当从关系中抽离，让对方真切感受到你的缺席。其次，制造稀缺感，将自己的时间、精力和关注变得不再随时可得，让对方产生危机感。最后，面对对方的试探，保持冷静，不急于解释和纠缠，以神秘莫测的姿态引发对方的好奇与关注。夸赞他人是一门极具技巧性的艺术，掌握得当，便能让人心甘情愿为你付出。想要让对方对某件事上心，关键在于用恰到好处的夸赞激发其积极性。但夸赞绝非盲目奉承，必须做到真诚，语言平实且精准匹配对方的优点与成就。千篇一律的你真棒之类的泛泛之词，难以真正打动人心。只有具体有针对性的夸赞，才能直击对方内心，让其获得强烈的虚荣感与成就感。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，渴望通过他人的赞扬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从心理学角度而言，被夸赞时大脑分泌的多巴胺会带来愉悦感，这种愉悦感会促使人们更愿意与给予夸赞的人建立良好关系，并为其付出努力。最高级的操控方式，
就是让对方在你的认可中自愿投入精力与时间。在职场，真正的管理高手懂得巧妙夸赞下属，激发其工作热情，挖掘其潜在能力，让员工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，而非单纯依靠制度约束。要将人夸到心坎里，需做到具体化赞美，精准指出对方的具体优点和成就，采用间接赞美，通过第三人之口传递夸赞，增强可信度，制造被需要感，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性，从而更愿意为你出力。赌徒即便输光家产，仍不愿罢手，根源在于庄家利用人性弱点，在其濒临绝望时给予一丝希望。人性中对下一次的期待和幻想极为强烈，在人际交往和竞争中利用这一弱点，以诱惑引导的方式，远比恐吓威胁更能有效掌控局面。在双方的博弈中，往往不是真正败给对手，而是被自身难以压制的贪嗔痴之欲所左右。一旦被欲望支配，就容易失去理智，做出错误决策。在商业销售等领域，深谙此道者懂得利用人性的这一弱点，让客户在错过的恐惧和对利益的渴望中主动做出决策。利用甜头法则，可先给予对方一定好处，建立信任和好感，随后制造稀缺感，让对方珍惜机会。通过制造竞争氛围，让对方感受到压力，加快决策速度，同时避免一次性给予过多。通过延迟满足，保持对方的期待，使其更加重视。无论与他人关系多么亲近，都应保留一定的神秘感。人类天生对未知和神秘事物充满好奇，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，会让自身失去吸引力，变得廉价。人性往往仰慕强者，保持神秘，会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，让他人不敢轻易轻视。保持神秘感，需做到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底牌，无论是能力、收入还是感情状态，都要有所保留。在交流中少说多听，避免因话多而暴露自身弱点，偶尔制造反差，打破他人对自己的固有认知，增加自身的神秘色彩。当自身底线被触碰时，必须立即表明态度，以理性、客观的方式表达不满，当场表明立场，展现的是果断和豪迈。事后抱怨则容易给人留下斤斤计较的不良印象。及时表态不仅能让对方清楚你的底线，还能有效避免问题恶化。优雅翻脸，要用事实说话，以具体的事例和证据指出对方的不当之处，保持冷静，不带个人情绪，以坚定的态度表明立场，明确告知对方若继续不当行为将产生的后果，让对方有所忌惮。不敢表达自身需求的人，往往容易成为被牺牲的对象。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，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，是让他人重视自己感受的前提。许多人因害怕被拒绝，担心麻烦他人而选择沉默，最终只能委屈自己，错失机会。有效提出要求，要做到直接但不强硬，以诚恳的态度清晰表达需求，提供交换条件，让对方感受到帮助你是互惠互利的。克服对被拒绝的恐惧，勇敢表达，因为不尝试就永远没有机会。免费的东西往往不被珍惜，
即便只是一个小忙，也应让对方意识到其中的成本，以此维护自身边界。总是无条件帮助他人，容易让对方将这种帮助视为理所当然，甚至提出更多不合理要求。避免被白嫖，可通过设定门槛，让对方知道帮助并非随时可得，适当索取回报，让对方明白帮助是有价值的。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请求，保护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面对他人的欺负和挑衅，必须展现出强硬的姿态，坚决反击。自身的态度和行为是保护自己的有力武器。一味忍让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，树立不好惹的形象。要保持眼神坚定，语气平稳，展现不卑不亢的气场。在小事上可以宽容大度，但在原则性问题和底线问题上绝不退让。当他人试探时，立即以行动给予回应，让对方明白欺负你需要付出代价。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，保持低调至关重要。提前宣扬自己的计划和目标，容易招来他人的嫉妒和干扰，甚至可能因现实的挫折而遭受嘲笑。真正的高手懂得默默积累，专注于目标，用最终的成果证明自己。想要闷声发财，需减少在社交媒体上炫耀。面对他人的质疑，无需过多解释，用实际成果回应。将精力集中在目标实现上，减少无效社交，避免不必要的干扰。人们往往对完美的人敬而远之，却更愿意亲近有缺点的人。适当展示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缺点，能让自己更具人情味，更容易与他人建立亲近的关系。运用缺点法则，要暴露一些不会影响自身形象和能力的小弱点，以自嘲的方式展现缺点，用幽默化解尴尬，体现自信。通过展示缺点，塑造真实可信的形象，避免完美人设带来的距离感和不真实感。所有的拿捏技巧，本质上都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。在社会交往中，若不懂得运用这些规律，就容易成为被他人利用的对象。社会的底层逻辑并非单纯的对错之分，而是实力的较量。当你足够强大，就能吸引更多善意；当你弱小，可能面临更多恶意。好人有好报，但毫无原则的老好人，往往难以得到应有的回报。掌握这些高情商的相处法则，就能在人际交往中更好地保护自己，维护自身利益，让他人不敢轻易触碰自己的底线。愿每个人都能在江湖中既有善良慈悲的内心，又有保护自己的强硬手段，从容应对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挑战。